女人为了生下儿子，拼命拍打自己的孕肚，果然这招有效。没多久，一个男孩平安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殊不知王丽珍怀的一直都是女儿。原来女人是陈家的大少奶奶，只因为她生不出男孩，所以准备偷一个男孩来狸猫换太子。于是王丽珍让手下去买一个男孩，不管是偷是抢，明天早上就要见到孩子。手下收到命令就要找人去偷孩子，而他们的目标竟然是男人自己的儿子。此时小英一举得男，因为只要生了男孩，陈家大少爷就会给自己一个名分。可没想到半夜3更，男人竟然前来偷孩子，而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就是男人的妻子翠芝。听见动静的翠芝把孩子放下，刚走出门就被人捂住嘴巴，而男人是翠芝的丈夫。可翠芝根本奈何不了他，男人跑进屋里就要偷孩子，2个男孩他随机抱了一个，竟然把豪门少爷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偷了过来，这让小英嫁入豪门的美梦破灭。而这边陈家大少爷树金把在外面养女人一事告诉了大姐，希望大姐可以做主把小英接回家。可这一切都被大少奶奶的丫鬟听见，大少奶奶因为这件事气到不能自拔，当晚就派人前往小英的住处。小英得知自己和陈家大少的事情，被大少奶奶发现，立马伪装成丫鬟的样子。而王丽珍从未见过小英，这让小英幸运地躲过一劫。无奈的她只好抱着另外一个孩子逃跑。等豪门少爷赶到时，这里已经化为灰烬，再也找不到小英的影子。就在废墟里，他发现了妻子王丽珍的东西。气急败坏的陈树金立马找到王丽珍兴师问罪，而丫鬟赶来以少奶奶怀有身孕为理由，陈树金才换回一丝理智。这边的小英刚逃出升天，就抱着别人的孩子来到陈家，可她却在陈家后门发现了自己的儿子。眼前的2人正在密谋狸猫换太子，这一切都被小英听见，可她却不能直接进去要孩子，必须先找到豪门少爷陈树金。就在奶娘提着一个男孩进屋时，却被在场的大姑姐当场发现，这把少奶奶王丽珍吓到颤抖。如果被人发现篮子里是个孩子，那她想要狸猫换太子的计划就会破灭。于是她谎称是让吴妈去买菜，可大姑姐一眼看出端倪，试图查看篮子里究竟是何物的她，却被吴妈阻拦。吴妈谎称篮子是个冬瓜，这让大姑姐笑尿了。而吴妈迫不及待地离开房间，却被大姑姐一再阻拦。为此王丽珍出面阻拦大姑姐，而吴妈趁此和门口的丫鬟偷梁换柱，再次被大姑姐当场抓包。2个一模一样的篮子更让大姑姐怀疑，她询问丫鬟的篮子里是什么东西，丫鬟只说篮子里面是西瓜，这让大姑姐更加肆无忌惮，说谎话也不会打草稿。趁此机会，大姑姐就要教训王丽珍，她命令丫鬟切一块西瓜给自己吃，想看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。而吴妈想趁此逃跑，大姑姐直接让人把篮子抢过来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大奶奶王丽珍突然把西瓜扔在地上，制造出一副摔倒的假象，而吴妈也趁此逃脱。就在大姑姐还想找吴妈时，丫鬟赶紧上前拖住大姑姐，而王丽珍的计划得逞，篮子里正是她心心念念的男孩。只要有了这个男孩，她在陈家就可以做一辈子少奶奶。很快女人就要生了，为了生儿子，竟然猛烈敲击自己的孕肚，下一秒女人就大出血。此时丫鬟从箱子里抱出个男孩，而女人的孩子也在这时候出生。可当她知道自己生的是个女儿，竟然命令奶娘处理掉孩子。奶娘和丫鬟偷梁换柱，把少奶奶生下的女孩装进篮子带走，留下一个白胖的男孩。而王丽珍做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一心想要抓到王丽珍把柄的大小姐带着产婆赶到，可她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王丽珍狸猫换太子计划已经成功，生了儿子的王丽珍以后就要母凭子贵。就在王丽珍得意时，大姑姐命令产婆查看孩子是不是刚出生的。产婆一眼看出孩子不是新生儿，却说了违心的话。事后产婆慌忙离开，就要收拾东西逃命。陈家那个孩子有蹊跷，那个男婴啊，根本不是刚刚生的。而大姑姐也倍感疑惑，因为王丽珍怀孕的时候，大夫明明说怀的是女孩，一心想把王丽珍拉下马的她，决定彻查这件事。传令下去，今晚陈家大门不可以随便放任何人出去。是。而奶娘吴妈正准备把篮子里的女孩送出陈府，却被大姑姐下的命令阻拦。大小姐吩咐了，今晚不管什么人都不得出府门一步。哎呦，就让我出去吧，我有急事儿。紧张时刻，大姑姐突然赶到，她询问吴妈篮子里装的是什么。吴妈吓得手足无措。为了让更少人知道这件事，大姑姐让下人全部离开，只剩下2人。她竟当场和吴妈抢起篮子，无可奈何的吴妈给大姑姐跪下，而篮子里面装的竟然是王丽珍的胎盘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大奶奶生孩子的胎盘。哎呀，我听说这东西大补，拿到市场卖能卖2个大洋呢。我想扔了也是白扔了，所以我就偷偷的把它拿来。我错了。哎呀，快盖起来！吴妈这一顿操作让大姑姐信以为真，她成功逃脱了大姑姐的监视。可那个刚生下的女孩竟被翠芝发现，
这样丢了儿子的翠芝心生怜悯，可她还要去找自己的儿子。而女孩的哭声让翠芝停住脚步。就在翠芝准备给孩子喂奶时，2个下人就要发现他们。此时少奶奶询问吴妈孩子的事，可吴妈竟告诉王丽珍孩子生下来身体就不好，放在篮子里没一会女孩就断气了，自己只能找个土坑把她埋了。可心狠的王丽珍竟一点不关心女儿的死活，埋到哪里去了？会不会被野狗叼出来？哦不，那不会的。就在他内心愧疚，为了自己的少奶奶地位害了女儿时，另一边的大姑姐收到下人通知，发现院子里有孩子的哭声。大姑姐正愁抓不到王丽珍把柄，她直接命人搜家，只要找到王丽珍换孩子的证据，这个家以后就是自己做主。下人搜查的脚步让王丽珍感到不安，丫鬟把外面的一切告诉她，王丽珍才恍然大悟，吴妈欺骗了自己，孩子还好好的活着。她焦急地让丫鬟出去看看情况。此时的翠芝抱着王丽珍的女儿，和吴妈争吵孩子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吴妈祈求翠芝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，如果被人知道这个孩子活不了了。可下一秒下人就发现了翠芝和吴妈，两人直接被家丁拉到大姑姐面前。为了证明女孩是王丽珍所生，大姑姐故意让管家抱着孩子让人指认。此时丫鬟前来禀报，这把王丽珍吓得灵魂出窍，随即她便来到现场。而大姑姐故意讽刺王丽珍，按理说刚出生的孩子应该跟母亲在一起呀，难道是母亲抛弃了这个孩子？管家抱着孩子走了一圈，都没有人认领女孩。大姑姐一言一句都在刺激王丽珍内心。为了刺激王丽珍，狠心的大姑姐竟要把孩子烧死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就在最后的3个数，翠芝跑上前要营救女孩，而作为亲生母亲却无动于衷。为了救女孩，翠芝只好说孩子是自己的。就是他，我是他娘，你是他娘，一派胡言。翠芝的话让大姑姐计划失败，她对翠芝就是一耳光。而王丽珍洗清了嫌疑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却毫不在意那个刚出生的女儿。隔天，小英和男人自导自演，带着孩子找到豪门少爷，这让少奶奶王丽珍坐不住了。而小英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要和男人联手骗取豪门少爷的财产。可少爷不知道，小英手里的孩子根本不是他的。王丽珍寻求公公帮助，就要把小英赶走。可她的丈夫陈树金却一心爱着小英，指责王丽珍曾多次要杀害小英。年过半百的老爹询问儿子发生了什么，陈树金款道来，原来他和小英才是真心相爱。不仅如此，小英还有了自己的儿子，这让王丽珍气到炸裂。老爹觉得小英是个不三不四的女人，儿子和她在一起，岂不是把自己的老脸丢光？可儿子为了小英顶撞老爹，老爹直接抄家伙想干掉儿子，而姐姐出面替小英说话。可此时王丽珍突然抱着孩子冲了出来，如果今天她选择了外面的女人，自己和儿子就死给她看。可陈树金压根不在意王丽珍，就和小宝一起死给你看！丽珍，陈树金怎么也没想到王丽珍会带着孩子跳楼，管家支撑不住力量的悬殊，王丽珍直接掉了下去。幸好陈树金接住了她，一切才能化险为夷。就在王丽珍和丈夫争吵时，小英突然跑上前要看王丽珍的孩子，可却被陈树金老爹制止。老爹要求儿子把小英赶走，好好的一场满月宴，直接变成全城人的笑话。叛逆的儿子为了小英和家里决裂，以后自己只会和小英一起生活，再也不回那个破家。有本事就别回来！我小宝这个孙子没这个儿子也罢了。树金，老爹被气得差点吐血。作为儿媳，王丽珍开始苦肉计，让公公觉得亏欠了他。为了弥补儿媳王丽珍，公公直接阔气的送她一栋楼，把西城的那栋房子送给你，你就别再生树金的气了。可公公的话让女儿心里极其不舒服。都说女孩子长大是没有家的，作为陈家的大小姐，陈树琴操心了大半辈子，却没有落得一丝好。